2004年10月9日下午左右，欄杆邊站着一個老人，在珠寶商部喧嚷的討價還價聲中，他像是一抹褪色的剪影，沒人注意到他在想什麼。周遭的人潮與他擦身而過，無數雙眼睛看向金飾，看向玉石，唯獨沒有人看向他。直到他翻過欄杆的那一秒，空氣才像是被瞬間抽乾。沒有人來得及走過去，甚至沒有人來得及發出一聲驚呼。他就這樣在眾目睽睽的盲點中縱身躍下。第二天，同一個樓層，又一個人，同樣的方式。9天後，同一天之內，兩個人前後相隔不過數小時，短短不到2週，4條人命。這棟建築叫做荔灣廣場，但它另一個名字較為出名——地灣獅場。大家好，我是小明，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棟被詛咒的建築背後那些真假難辨的禁忌與真相。但在它被冠以這個惡名之前，它曾是這座城市最引以為傲的財富象徵。1993年，廣州的舊城改造正搞得熱火朝天，開發商盯上了這片緊鄰上下9街的老區，砸下重金將老房子悉數拆除。在那片31萬平方公尺的土地上，等待着重塑一座全新的商業帝國。1996年，荔灣廣場正式開幕。這座龐大的建築群由6層商場和8棟高複的住宅塔樓組成，在那時的廣州簡直是巨無霸般的存在。當時這裡有多瘋狂呢？全東南亞的珠寶商都往這跑，年銷售額最高衝破了150億。最驚人的是它的房價。每平方公尺高達 1.2 萬元。你要知道，1996年廣州的平均房價才6000塊出頭，北京、上海也才5000多元。住在荔灣廣場，不僅僅是住進了市中心，更像是住進了一座金礦上。在那時的老廣州人眼裡，這裡就是財富最直觀的代名詞。常言道，物有盡時，再怎麼輝煌的建築，也總有風光到頭的一天。2003年之後，廣州的發展重心開始悄悄往東邊搬。天河區那邊，一棟棟更高級、更現代的摩天大樓拔地而起。當大家都被新的百貨公司、更亮眼的商圈吸引走時，荔灣廣場卻像是一個跟不上時代的老牌巨星。交通塞得水洩不通，建築也開始老化，加上裡面的產權問題亂成一團，想翻新都動不了。結果租金開始斷崖式下跌，店鋪一家接一家的關門歇業。原本擠到連路都走不動的長廊，現在卻多出了許多連燈光都照不到、半天都沒人經過的死角。曾經風光無限的樓王，就這樣一步步掉隊，成了時代邊緣的一塊窪地。但這種生意的衰落，僅僅只是這棟建築故事的開頭。真正讓它傳遍大江南北，甚至讓人聞之色變的是接下來那一場場無法解釋的死亡。如果你走進荔灣廣場的南塔，搭電梯上到5樓，站在欄杆邊往中庭看，你會發現那裡有一個巨大的圓形露天天井。從5樓往下看，那種高度落差產生的視覺衝擊會被無限放大。光線雖然從頭頂灑下來，卻好像永遠照不進底部的陰影。站在那裡，你會感覺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壓迫感，仿佛腳底下的深淵正無聲無息地把你往下拉。從2005年開始，這裡就像被下了詛咒。2008年、2009年、2010年，幾乎每隔半年到1年，南塔5樓就會傳出沉重的墜落聲。無論男女老少或是來自哪裡，他們的人生最後都交匯在了這塊冰冷的地板上。漸漸的，廣州人給了他一個沉重的號——羊城自殺聖地。其中最轟動、最讓人感到不可思議的一起案件，發生在2014年12月4號的夜晚。一名男子從5樓縱身一躍，巨大的衝擊力直接砸中了樓下一名無辜的路人，結果被砸中的路人傷重不治，而這名跳樓的男子竟然奇蹟般的撿回了一條命。但就在警方調查他的身份時，發現竟然是廣州警方追捕了17年、名列公安部督辦名單的羊城第一悍匪林景成。1997年，他在廣州持槍搶劫並開槍打傷警察，隨後消失在茫茫人海。他隱姓埋名，改頭換面，
躲過了近20年的追捕，卻沒想到在17年後，因為自己的一心求死，反而讓身份曝了光。他沒死成，卻要在病床上接過那張遲到了17年的逮捕令。這起荒誕又慘烈的意外，讓荔灣廣場那種邪門的色彩，在廣州人的口中被傳得更加神乎其神。到了2016年，悲劇依然沒有停下的跡象。一個20歲的年輕人和一個才15歲的少女，先後在這裡結束了生命。對這麼高頻率的意外，很多專家和心理學家都試圖找出科學根據。他們分析說，是因為這種圓形中庭的設計會讓站在高處的人產生強烈的眩暈感，乃至難以自抑的墜落衝動。再加上商場日益衰敗，昏暗的走廊配上空洞的腳步聲回響，這些負面能量堆疊在一起，把這裡變成了一個情緒的黑洞。這是理性的解釋，科學、心理學、建築學，他們合力編織出一個體面的答案，試圖安撫大眾的恐懼。但在那些冰冷的學術報告之外，老廣州人的茶餘飯後其實一直流傳着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版本。那是一個關於深埋地底的紅棺材、法力高強的高僧，以及一個被人打破的正邪法陣。而那個讓所有人背脊發涼的故事，我們得把時間拉回1993年，從荔灣廣場破土動工的那一天開始說起。當挖土機的大鋼牙剛剛咬開地表，施工現場的氣氛就變了。在老城區厚厚的土層下面，工人們驚恐地發現了8口巨大的紅色棺材。這些棺材不是凌亂散落的，那種感覺不像是普通的墳墓，倒更像是一個經過精確計算、刻意布置出來的陣法。現場立刻被迫停工。消息傳回開發商那裡，這事兒誰也不敢大意。按照廣州的規矩，這種動到地基的事，一定要請老師傅來看看。開發商透過層層關係，重金請來了一位在連南佛教界極具分量的高僧。這位大師據說曾在六榕寺主持過大型法事，也曾參與過南華寺的風水勘察，是那種平時不出山，只有遇到大事才會露面的重量級人物。高僧來到工地，什麼話也沒說，只是面色凝重地繞着那8口紅棺走了一圈。他一會兒掐指計算方位，一會兒抬頭觀察周圍的地勢。周圍的人連大氣都不敢喘一聲，只看到大師的臉色越來越難看。最後，大師長嘆了一口氣，只說了4個字：“此地大凶。”大師解釋說，這8口棺材絕非一般的陪葬，他們是清朝時期的一位高人為了鎮壓這塊地底下的衝天凶煞，特意布下的8棺鎮邪陣。這8口棺材就像是8顆巨型鋼釘，死死地把煞氣禁在地下。棺材在，廣州城就安穩。可現在陣法被破了，大師給出了唯一的解決方案：立刻停工。這塊地不能蓋商場，應該改成寺廟或者開放式的公園，靠着日光的陽氣和法事的超度，才有可能繼續壓住這股地氣。然而，開發商看着眼前這塊寸土寸金的黃金地段，早就被幾百億的商機沖昏了頭，哪裡聽得進大師的勸告？他們不顧一切地把這8口紅棺通通挖了出來，直接就在工地現場放火燒掉。隨着紅棺化為灰燼，隨風散去，這座城市的鬼門也就此被打開了。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在廣州的坊間流傳着各種恐怖的版本。那位苦口婆心的高僧，據說在動土後不久就突然圓寂了。那些執意要動這塊地的老闆們，下場一個比一個離奇。第一任總裁為了趕工，強行驅趕釘子戶，甚至放火燒屋，鬧出了人命，結果直接鋃鐺入獄，後半輩子都在牢裡度過。相比之下，第二任總裁的下場，那才叫人毛骨悚然。那天中午，辦公室的門一直從裡面反鎖着，保安以為總裁還在加班，直到敲門半天沒回應，才覺得不對勁，強行破門進去。據說第一個衝進去的保安當場就被嚇得兩眼發黑，直接昏倒在門口。總裁和他的小姨子雙雙慘死在辦公室裡，死狀非常恐怖，身體甚至有些部分都不見了。最詭異的是，現場的血跡分布得非常奇怪，不像是噴現出來的，倒像是被什麼東西在房間裡反覆拖行，到處塗抹一樣。更邪門的是，當時辦公室的門窗明明全部鎖死，連走廊的監控在那段時間都莫名其妙斷訊，變成一片漆黑。
至於第3任總裁，司法就更荒謬了。他在巡視工地時，被一條突然衝出來的野狗咬傷了。原本只是皮肉傷，他還能冷靜地打電話叫救護車。可誰也沒想到，整整半個小時，那個救命的急救電話，要麼打不通，要麼沒人接，救護車也遲遲沒有出現。堂堂一個大老闆就這樣蜷縮在工地的角落，因為傷口劇痛難忍，最後竟然因為延誤就醫死在醫院。後來有人傳，在深夜之後，常會聽到建築工地深處傳來陣陣低沉的哀嚎聲，聽起來就像是一個人在反覆喊痛。但當你壯起膽子走過去找時，卻什麼也沒看見，只有那股陰森森的冷風圍着你轉。事情鬧到這一步，後來接手的香港投資方也是嚇破了膽。佛法已無濟於事，他們轉而砸下重金，從東南亞請來巫師，做了好幾場大規模的法事，才總算讓這座商場勉強蓋好，正式開幕。但這一切恐怕都已經太晚了。當你站在遠處眺望，荔灣廣場那8棟住宅大樓直插雲霄，顯得格外突兀。有人私下傳說，那8棟高側的建築看起來根本不像普通的房子，反而更像是8根插在土裡正冒着青煙的香。而更讓人背脊發涼的是，如果你從空中俯瞰這整座商場，那個巨大的圓形中庭輪廓竟然酷似一口敞開的蓋子的巨型棺材，正對着天空張着大嘴。民間因此流傳着一個讓人心驚膽戰的說法：自從當年的8口紅棺被焚毀，鬼門大開之後，這裡就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吸魂穴。據說這個穴位每年都必須吞噬8條人命作為獻祭，才能勉強維持住某種可怕的平衡。你信也好，不信也罷，但在那些年裡，荔灣廣場墜樓身亡的人數，有時候確實驚人的接近這個8字。到現在，荔灣廣場還是站在廣州老西關那裡，哪裡都沒去。走進去，以前那些名牌店、電器行早就不見了，現在擺的全是玉器、水晶，一攤接着一攤。走廊燈還亮着，老闆們坐在那裡滑手機，偶爾抬個頭跟你打個招呼，看起來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批發市場。很多人說紅棺材啊、高僧啊這些故事，說穿了就是網絡把一堆社會悲劇包裝成鬼故事在傳。那些在這裡選擇離開的人，每一個背後都有自己過不去的坎，不應該被一句詛咒就帶過去。但話說回來，也挺奇怪的。如果你真的站在那個圓形中庭邊上，抬頭看那8棟大樓像高牆一樣圍着你，陽光從上面打下來，卻怎麼感覺腳底還是涼的？心裡就是會有一種說不出來的不對勁，不是害怕，就是空空的。到底是當年的風水陣真的靈了，還是這棟被時代丟下的老建築，靠着它本身那股壓抑感，把那些本來就撐不住的人給拉下去了？這個問題沒有答案。荔灣廣場還在那裡，他不說話，就這樣靜靜地待着。至於答案在哪裡，可能比任何一口棺材都還要深。我是小明，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別忘了幫我點個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這對我的頻道創作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下次再見。